從沒見過這麼炸裂的木屋建造。男人為了讓妻子擁有一個溫馨的家，花1坤年積蓄在野外建造屬於他們的夢想家園。無論是房子的外觀還是室內裝飾，都由男人獨自設計。成品一出，仿佛就像一件藝術品。男人叫扎克，是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建築設計師。他早已厭倦城裡的燈紅酒綠，於是決定到郊外打造屬於他們的夢想之家。他們先在郊外買下了一個小山頭作為宅基地。經過實地考察後，他很快就根據地形和日照方向等因素繪製出了房子的平面圖。接着便開始到建材市場挑選妻子喜歡的家具風格，大到電視沙發，小到水龍頭和插座，屋內的每一處細節他都了然於胸。作為門面，房子的外觀也相當重要，無論是窗戶的選擇，還是外牆的裝飾，細節控的扎克都要力求完美。雖然每次為顧客設計時總能做到胸有成竹，但在建造自己的房子時還是挑花了眼。經過幾天的精挑細選後，才正式交錢下單。他和妻子先用絲帶給需要砍掉的樹木做上標記。隨着積雪融化，工人們首先在山上開出一條車道，方便挖掘機以及後續的建材能順利進場。工人們按照標記砍掉山上多餘的樹木，並清理出宅基地的位置。接着挖掘機便開始在沙地上挖掘。由於房子設計有地下室，他們首先挖出一個深坑，挖掘出的沙土後續還可以用來鋪設花園。在澆築地基之前，工人先在地基周邊打上木樁，用來固定地基的模具。在這種鬆軟的沙地上建房，堅固的地基可以有效地防止房屋的下沉。地下室承重牆使用了鋁模工藝一體澆築成型，他們還在框架上預留出了超大的窗框，即使是地下室也能擁有充足的採光。等待牆體乾燥後，他們開始用沙土填充外部，另一部分工人則開始給地下室鋪設地暖管道。與此同時，第一批建材也正式入場。所有建造需要的材料都是根據圖紙和材料商定制好的。卸貨之後，工人只需要根據圖紙進行安裝即可。感覺他們建造房屋就像在拼接一個大型的積木那麼簡單。由於扎克設計的是無障礙淋浴間，施工時還特別注意要降低底層地板才能進行有效的排水。不愧是設計師，每一處的施工細節都被扎克完美拿捏。隨着地板的安裝到位，他們開始搭建牆體的框架，同樣是將木材按照圖紙進行組裝好，再固定到地基上。最後再往框架釘上 OFB 牆板。隨着牆體樹立起來，現在已經可以看到房子的雛形了。看着最初的夢想逐漸變為現實，扎克也難掩心中的激動。接下來他們開始搭建屋頂，與之前一樣，所需的材料都是預先構建好的，這也意味着工人們能夠非常快速的組裝和安裝到位。而這種特殊的屋頂設計不僅能應對寒冬積雪荷載，還能在內部添加保暖材料，使防風和保溫的功能進一步提升。接着工人開始制作屋檐的框架。巨大的屋檐不僅能起到裝飾的作用，還能有效地防止雨雪。隨着屋頂框架的完成，工人們開始安裝密封屋頂的護板。隨着屋頂護板安裝完成，第二批建材也抵達現場。工人開始在外牆上包裹上防水材料，以保持房屋的溫暖和乾燥。與此同時，屋頂的工作人員也開始鋪設防水層。這種防水氈不但有瓦片的防水功能，還可以防止屋頂結冰，而且質地更輕，安裝起來也非常的簡單。接着混凝土車也抵達現場，工人們開始澆築車庫和地下室。事先鋪設好的地暖管道開始被厚厚的混凝土所覆蓋。等到第二天混凝土固化，他們開始安裝鍋爐，並將地暖管道連接好。這巨大的鍋爐不僅能有效地保障房子在寒冬的供暖問題，還能給全屋提供熱水。與此同時，室外的工作人員也開始安裝門廊。他們先用木板釘出底座的框架，然後再安裝上定制的裝飾面板，從而使門廊與屋子的外牆達到風格統一。接着他們支稜起門廊的框架，頂部先用拼接木板封頂，上面再覆蓋上一層彩鋼瓦。車庫大門扎克選擇了3段式的捲閘門，美觀的同時還具有 WiFi 鏈接功能，以後就可以通過手機在任何地方控制它。地下室內，工人們正在搭建雜物間，並且安裝了一個木質階梯，方便以後從車庫進入地下室。為了防止大雪飄進屋內，窗戶的安裝也很快提上日程。每一扇窗都是事先根據窗框尺寸定制好的，安裝起來非常的簡單。隨着窗戶的安装完成，用來裝飾的木材也抵達現場，將它們進行打磨之後，再刷上自己想要顏色。接下來就可以交給工人進行安裝。由於屋檐下裝飾的橫架太過巨大，只能搖來起重機輔助。
將橫架固定好之後，原本略顯單調的外牆瞬間提升了不止一個檔次。門廊的扶手扎克也使用了这種手工凿成的原木，特意做成这种粗糙的表面，才能和外墙装飾板相互匹配。接着他們開始搭建屋後長達15米的大露台。考慮到後續巨大的壁爐全部安裝在室內，而扎克為了想要外面也保留有煙囪的外觀，於是他們在外牆上用木板制作了一個假槽，之後再貼上與煙囪一致的石塊做裝飾，這將使它的外牆更具層次感。隨着房子外觀接近完成，內部裝修工作正在進行中。工人首先用方木搭建出牆體的框架，然後開始安裝水電以及空調管道。接着他們開始用石膏板密封牆體，與此同時上方的屋頂還填充上了棉絮作為保暖材料，之後再用 SIP 面板對屋頂進行密封，而牆體內部則使用了泡沫進行填充，可以有效地防止空氣和蟲子進入牆內。為了營造一個舒適安靜的家，扎克還對浴室牆體做了隔音處理，這樣每天早起洗漱時也不會影響家人休息。房間內扎克還設計了一個藏王閣，使得空間利用最大化。當然，對於這樣一個超大的開放式客餐廳，需要一個足夠大的燃木壁爐才能溫暖整個區域。在將這些硬件設施安裝到位後，接下來工人才開始對室內進行裝飾。在給乾牆縫隙貼上膠帶後，便開始刮膩子。為了讓牆體與木材完美搭配，扎克特意將牆體做成帶有紋理的風格。接着他們開始安裝屋頂裝飾面板，這種定制的木板安裝非常便捷，在安裝時只需要拿捏出預留的燈槽。天花板完工後，泥瓦匠們先在壁爐槽上刮上一層水泥，接着再貼上石塊進行裝飾。由於扎克雖然選擇的是木框架組建的非結構性建築，但其好處就是既美觀又省錢，同時還可以靈活地選擇在任何位置添加木質橫架作為裝飾。隨着壁爐和裝飾的橫梁安裝完成，這效果簡直不要太完美。接着他們開始在牆上安裝一圈厚重的裝飾木材，以及對門框和窗框進行包邊，使得天花板與牆體的連接完美過渡。隨着房子即將竣工，現在要做的就是進行最後的潤色。首先就是從浴室貼磚開始。由於浴室空間相對狹小，因此扎克選擇了人字形圖案與牆體保持協調，而淋浴間則使用傳統的貼磚方案。洗衣房和主衛生間等空間較大，則貼上尺寸比較大的瓷磚。與此同時，工人們也開始安裝核桃木地板。為了能讓地板的安裝更加的完美貼合，在給壁爐裝飾時還特地預留出了一定的空間。接着他們開始安裝定制好的木樓梯，方形的踏板和欄杆與家裡的風格完美匹配。接下來定制的櫥櫃和家電也開始進場，工人們按照圖紙熟練的組裝，就連抽油煙機也貼上了壁爐同款的石塊做裝飾，簡直堪稱完美。房子完工後，工人們開始用石塊打造庭院景觀。他們在房子周邊用巨石圍出花圃，然後用磚塊鋪出蜿蜒的小道，打造出一個硬派風格的獨特庭院。巨大的篝火坑更是點睛之筆。經過長達1昆年的建造，扎克的夢想家園終於全部竣工。現在就讓我們沉浸式的欣賞一下吧。